嗨，大家好，这边是 QRKC 病否 Rabbit， 我是吴俊律师。作为一个设计师呢，怎么可以追袭现在这么火红的 AI？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让 AI 不要取代我们。你想要被 AI 取代吗？没有人想，但是其实 AI 取代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重点是我们怎么透过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将 AI 的能力赋予到我们在做的专案之上。我们今天探讨一下 Rabbit 跟 AI 在室内设计上的一些应用。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荧幕，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案子。这个就是我们准备要来改造的一个室内空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房子，80几年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呢，它在改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透过 AI 帮助我们快速做一些前置的提案？而今天要做的提案是纽约的 Loft Style 这种提案。OK， 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因为过往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案子，所以像我们在谈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有非常非常多案例。像这样的内容，你看这个其实是一个室内设计的案子，它已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了。那我们设计师也可以清楚的去获得这些详尽的资讯，包括这个内容它是什么样的设备啊，它是什么样的柜体啊等等之类的，包括它的面积，它是什么瓷砖，都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去创建出来。也就是说 Rabbit 其实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记得看一下我们等一下描述栏会给你提醒一下，描述栏有哪个影片，我们列举几个影片已经在告诉大家 Rabbit 怎么跟室内设计应用在 BIM 当中，它是很好用的。不过如果只是用这样的做法来做的话，其实也还少了一些前置作业的快速准备。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案例，刚刚看到这个案例，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透过这样一个空间快速的用 AI 帮助我们去在客户讨论前期制作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准备来进行后续。好，我们看到这个档案，这个档案就是我们准备要做，它其实还是一个空模，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完整的空模。那这个空模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它的普通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我们来选择它要做的客厅，它的客厅会在楼上那我们就找刚刚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恐怖的地方。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恐怖，就是很旧，然后结过一些安全危险。那我们要选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准备要做这个内容，我们就开始照那边去找一下我们要的这个透视图。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的4楼，我们要的视图，我们先抓一个视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取个相机，我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们在这个位置，来我们拍一个透视图。透过一个很快速的基础空模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跟刚刚对得起来。我们来对照一下对照一下，我们将它缩小，你可以看到这2个位置其实是对照得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跟这个空间其实是一样的位置。你看楼梯对楼梯一个小门，落地窗还有窗户，它对照在一起。那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要怎么进行接下来的后续？那在还没有做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人，其实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必须要在里面做一些设计嘛。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必须要用一些手绘的空间那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案例的提案让客户感觉这个空间大家做什么事情。不过在今天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了，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我们快速的让大家知道说，它怎么样可以直接导入到 AI 帮助我们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当然是可以先提出几个重点因为你不提出，其实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让 AI 去帮助你去指定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要去找一下它的角度你看一下，因为我们要放个家具嘛，你必须要去给 AI 一些指令，告诉他说，我准备要放什么样的东西进去，让他知道说，这边可能要放个沙发，放什么事。如果你都是空的，你让他全部去帮你扭正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是蛮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先找一个我们觉得可以用的沙发，那来找一个相对比较可以呈现出沙发感的，比如说像这一个好了，它比较有那种独立沙发的效果。那我们当然可以去给它一个角度啦因为毕竟在这个位置它起来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角度。那我们去设定一下，未来这个地方上来之后，这里可能它这边会是一个电视墙。那楼梯是从这边上来的，我们先将楼梯这边加入一个简单的扶手，好让它以后不要出现看起来太危险的状态。好，那这边我选择一个方管玻璃的扶手，看一下这个 3D。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方管玻璃的扶手，而这个沙发在这边出现了。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是描影的状态，你颜色可以看到比较详细一点。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沙发之后，你可以指向这个事情了。那接下来它是可能需要电视，可能不要电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先找到电视我们看一下电视有没有哪些比较合适的。
这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电视哦，当然这个电视超级贵，不是每个人用得起。我们来试一下，放进去。好，那这个其实是 B&O 的电视，我们先放在这里。那这个电视放进去，你可以对照一下啊，它其实有个高差，你要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在对的高层啊？所以你基本上指向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你有电视了，你有这个，那当然你还可以再加入一些其他的东西，譬如说旁边这个空间我们要放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再去找一下啊，这里我们可以再放其他的一些小内容啊，我们找一个简单的家具，比如说放一个单人椅好了，那我们检视一下缩图，放一把好看的椅子。某种程度来说，其实右边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不需要存在的，所以我们将这边转180度一下。好，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将我们的沙发稍微再转向一下，这样这件事情看起来它会更合理一点。那接下来它一定需要一个不错的地毯，地毯是一个很好定位的内容，我们用将模型内建做一下哈。那我们给它一个单纯的家具。那地毯你可以做很多种造型，但没关系，我就先单纯的用一个圆形就好。然后我们设一个角度给它。那我们找一个不错的图案哈，我们找一下，先建立一个新材料。好，那我们给它设定一下基本的材料。这材料其实很多种模式啊，我们还可以用 Inkscape 的一些材料去对。但我们先选择单纯的植物，先这样做。基本的事情把它先指定好。这个习惯有对各位来讲是蛮重要的，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大概就1公分就好了。好，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再回去看一下这个，这边已经有一个内容了。那因为为了要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是稍微有一点比较强烈的风格的，我们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带有几个吊灯。大家做吊灯之前，你必须要给它做个天花板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做。天花板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但是你可以做一个所谓的看不到的也没关系。那你可以做高一点基本通用天花板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你看这边就有个天花板了。那这个天花板你可以将它拉高一点，因为其实我的目标不是真的要出现这个天花板，我的目标是要让我们可以装个天花板，这是快速的让 AI 帮助我们嘛，所以它可以拉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层，这样就好了，比如340好了，这样点点没关系，你看不太出来它的差异。在 AI 里面它其实不太需要给它设什么材料，我们要的是让我们可以装灯。好，那我们来开一下天花板平面图，是4楼的位置。好，这边有个灯具，那我们去找一下我们要的灯我们用几把不错的吊灯来去呈现这个风格的空间。OK， 照明在这个地方，我们做几个调灯，看看有没有比较有效果的吊灯。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能够装一把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刚刚这个灯其实是可以落在我们的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呢，在天花板这个地方，它就出现在这里了。这边可以参考一下你的底图这个底图如果你参考4楼，就看到这个地方可以找得到你的位置。好，我们就让它加在这个地方。其他的地方你不用太在意它初期要呈现的事情，我们要的目标就是让它可以呈现到我们等一下出现的效果就好。我再把它拉高一点这样看起来稍微有点效果了。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事呢？比如说后面有什么画，那个我觉得不用太烦恼它等一下自己会去处理。那还有就是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它有个指向的关系，我们就拿这张片来。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将这张图都打开之后，我们来去测试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 Evolve Lab 这个事情那这边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先理解我们刚知道的一些内容，就是你不能够完完全全只是在处理后面的事情，你还要处理一些文字，也就是说这个 prompt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去开一下这个 AI 这个内容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要准备要做一个就是New Word Design 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请他去做一个 New Word Design 这样的一个文字。那 New Word Design 的文字可以这么多，那当然文字这么多可能也不是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下这里面的内容是哪些东西可以用。当然我们快速的把它全部复制下来，然后我们去开一个简单的记事本。好，在这边我们去把它输入进去，你必须要稍微检视一下因为它的这些 keyword 都会把它抓进去，我们就很快速的这样做这个事情就好了，不要让大家太头痛，这样子直接抓。那我们直接 render 看看。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快速的 render 之后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其实是它已经把你的电视消掉了，这不是我期待的结果，所以我们再把这个 style 降低一点点，降到回到100比较低的状态。好，我们再试一张看看。好，你可以看到，不要这么强烈的事情的时候，它将你后面这边就变成窗帘了。但是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现况不太符合，对不对？但你注意看，这个灯是有出现的，电视有出现，然后柱子它稍微把它消掉了，我们对照一下，柱子稍微消掉了哈，柱子稍微消掉，但它其实可以理解，它把它加厚就好。那天花板它稍微做了天花板，但是好像不是很像纽约的那种 loft 风，对不对 ？loft 就效果不是那么强，所以我们就要回来检视一下我们的文字是不是有问题哦，因为这个文字如果有问题的话，它在处理的这个内容就会不太相同。所以我们放大看一下，当然不是要让大家去用文字，不过 AI 的处理其实跟你的指令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里可以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好，那当然 export brick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 concrete word 这很重要，然后 large window 这件事可以先把它拿掉啊，但是我们要这个多一点的自然光很重要，然后这个通常它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内容，那你要比较原始材料去让它呈现，然后这个家具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所以家具就是要有 furniture 的 functional 啊，然后它要有一些特别的比较摩登的物件，然后颜色的事情，然后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还有没有哪些东西 ？OK， 试试看这一段再进来，我们再 render 一次看。基本上我把 large window 这件事情拿掉之后，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跟现况不符的状态了。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逻辑哈，因为你在用 AI 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把它的真实状况拿回来呼应，那就变成我们被它带着走。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很失去我们原来要做的事情。这个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哈。你看，该有的这个栏杆出现了，虽然它把下面这边去掉了，但是你看吊灯还在，窗户缩小一点，但是灯具还在啊。那你的电视还在 ，OK， 这个效果还不错，这个效果还不错，我们先把它存起来哈，存起来。那你可以看到，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这种 render 的状况之下，它只要 render 完，它都会自动存在这边来，所以你也不用怕不见，你不用说要存不存的。但注意看哦，无论你怎么走，你看中间这把椅子，它一直都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给它指向性的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好，那到这边来，我们回到这边来，所以大概知道了。那除了这样之外，你能不能再为它做些什么东西呢？可以吧，对不对？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我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论 GPT 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用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主轴啊，它其实是一个后印。那我又更推荐另外一个 Interior Design 这个 Interior AI Free 这个事情这个效果也不错。那刚刚我有测试了一张，那现在我再把 Industrial 这个东西再测试一张上去啊，我们再把照片抓上来，我们就抓我们已经做好了这张，抓上来看看，好，试一下哈。那来，我们刚刚这件事情我把它抓进去，你去看，让这张图你已经在你的 AI 中跑的图，让它抓上去之后，你再去找 Living Room， 再找这个，再测试看它会出现什么事情。好，所以你看它出现的事情跟我想好像有点截然不同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照片的处理它比较像是把一个指向性的事情转换成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多数的人会拿一个单纯的空间，让它去简单的优化，它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快速的转换，提供一个不错的案例。但它其实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也许它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做上测试呢？就让大家知道说，你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内容，包括这个 Run GPT 也一样哈，它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基本资料。那资料库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他会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从原来的一个基本东西做一些变动。那会有很多人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那这样的变动呢，对我们来说，也许不是设计师真的应该要去切入的，但是如果你不透过它，你透过我们基本的 AI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OK， 那我们继续来进到下一个阶段。在这个影片当中，应该看到 AI 很多种可能性而且它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种你可以去呼应的内容。我们再对照给大家看一下包括这个相对应的事情，这包括是我们刚刚自己做的还有我们到后面在后置的事情。
你会发现其实意义差别没有很大，但是它应该可以帮助你做一些不错的提案的内容。所以说，它其实完全可以解决我们设计师可能在初期的一些窘迫的状态。毕竟你看，我一下输出这么多，你挑个2-3张、3-5张出来，看起来都还蛮有诚意，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做就好，这样做其实也只不过是出个图。那对我来说，一向都不是我们课程中相当在意的事情。我们在意的事情是怎么样让你的屋主客户感觉到你有在帮他做一些提案的动作。来，这边开一个新的图纸，好，我们来开启简单的一个图纸的说明哈。那这个内容呢，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这边已经有简单的这个内容了。那这个内容呢，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个，你要去多抓几个透视图，所以这边我们再来找一下 3D 图说。在我们这个段落呢，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这一个客厅的这个空间的主轴，所以我们将它缩到这个位置。那这里我们复制一张图说，这个一样命名一下哈。那这地方有了之后，我们将它切割开来，先把它的这个位置缩到我们要的位置。裁剪好，那你可以给它一个单纯的描影，你也可以不给它，这其实无所谓哈。当然这个跟你的呈现的效果还是有差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有做阶段，所以它会有一些基本的效果。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图说命名啊，你可以先给它一个 presentation 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我们就先讲客厅的啊，好，这样子。那你看这个提案这个平面图拉过来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平面图。然后我们刚刚这个 3D 整角透视图抓出来，先给它一个这个角度。好，那过来，其实这个整角透视图不是说一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让我们这个空间呢的图说要有个指向性，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他其实比较能理解哦你在为他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先把它切开来，然后并且比例上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 3D 因为它没有特别的比例，你可以把它调整的不要那么大。好，那平面图这件事情，其实对客户来说，它也只是个指向的差异而已。所以，今天真的要怎么摆，我觉得其实在客厅上面你稍微摆一些家具，或是做几个简单的事情，它是可以沟通的。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render 了哈，你可以直接将图片拉进来啊，比如说这边有几个提案，那提案你是可以介绍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多抓几个内容，去将这个内容呢准备做一些基本呈现。我们先将图片抓进来之后哈，我们再去做后续的发展哈，继续把我们刚刚最后找的这个也抓进来。那设计师其实某种程度来说，都应该还会有自己比较喜好的内容了哈，所以说其实这个喜好内容其实还是回归到你自己要怎么做啊。排版这件事情其实是看大家的习惯哈，排版有很多种可能性，那我们可以用 Rubix 去帮助我们去提案的话，这个内容呢，你就可以在周围去把它做一些变动。好，当然你在排版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可能不是那么好对了哈，所以我们用个细部线先稍微对照一下，先将你这个对线对好。好，这样子你在对线的时候你就会清楚一点，而且你也比较不会跑到歪掉。好，那当然你还可以再抓另外一个角度哈，因为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线的关系。好，那像这样做完之后，你可以再把它往上抬动，让它到比较上端一点来。所以这个跟这个的这个角度我们都抓好了。那这一端呢，因为你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一些简单的平面图要去讲嘛。那像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给它一些基本的文字。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就可以提出4种可能性。那再接下来我们要强化一下我们的图说比如说这边把它细致化一点，我们给它一点点阴影，给它一点点这种效果你看它有点阴影了。那阴影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走上来，它可以从右上方走下来你可以看到它出现一些阴影。那你可以将阴影不要提那么深就不要那么深它稍微有点这种效果。那这张图也一样呢，它其实可以给它一致的颜色，或者是它可以给它描影的事情，然后它可以给它单纯的让它的阴影可以敲出来，然后这个内容也可以叫出来。好，那当然这个阴影它会去看你的高层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今天回在4楼，它就会跑到4楼上来，高度会比较合理。那线可以不要让它们出 0.1 就好。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事情，
它就已经开始出现另外一种指向性。那我们停用视图，某种程度来说，你就已经得到一个还算可以快速提案的内容。当然，我们再优化它一下，再优化它一下。除了这样提案第一章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你看我们再继续增加图示。所以第一章是我们跟客户讲的提案嘛，那第二章呢，我们可以再这样做。我们将这一张图呢，比如说这张图是我觉得最 OK 的，我们把它复制过来。那我觉得这张图最 OK， 所以我将它拉大一点点，然后强调一些单纯的话。好，那当然我就不赘字打字了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去发展的内容就好。那譬如说，我就把刚刚这个文字抓进来就好，这也不是很重要，我们就是让它感觉上有一些内容。好，像这样。那我们再透过刚刚的 3D 电脑透视图，我们再复制一个。拍另外一个角度，电视看得到的这个角度啊，厕所看得到这个角度 ，OK。那这样子，我们再去提案时间放进来，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好像稍微可以排版的内容了哈。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给它几个我们要谈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抓几个框啊，放几个我们觉得不错的图片。我要跟各位谈的这个事情其实蛮重要，就是说希望大家去理解，你刚所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不能排版的，而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做比较重要。譬如说我再把这个抓进来，透过这个赶快实验给大家看大家就会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范例，而且它可以让你有效果的去帮助你呈现出一个初期让屋主觉得你跟他是有诚意沟通的。我觉得有诚意沟通这件事情相当重要，因为有诚意沟通这件事情会让你跟屋主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信任感的链接性，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室内设计或者设计师最需要在前期就打造起来的内容。如果你没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在后期沟通到后面的时候产生一些不需要的误会，那这件事就相当可惜了。好，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再继续做一个内容，比如说就写 A。C， 好，像这样 ，OK， 那再把这个文字变成黑色的。好，这样一张图呢，就应该可以相当有程度的去呈现出，其实你在提案的时候是有一定效果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事情对大家的帮助。好，我就等一下把链接贴在下面，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理解流程。那 AI 怎么样在建筑去算出来可能的一些内容，在室内怎么样去做一些处理，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介绍整个模型的一些内容，它怎么样去被提炼出来，估价现在怎么提炼出来，然后包括我们学员成果是怎么发展的，来上上看，相信对你来说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希望这个整个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来讲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效果的。相较于国外，我们在国内所做出这个影片，其实更加符合我们当地的使用的这个推广跟效果。好，最后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快速的将一些内容再继续优化一下。看这张图，这个地方等角度它一样可以做哦。注意看这个02，对不对？我们来看到这里，一样把 Veras 打开。你把 Veras 打开之后，你看它一样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有单纯的靠那个 render 的事情的去处理。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它会发生什么事。一样，刚刚我们所输入的文字不要漏掉哈。这输入文字这个内容呢，尽量记得，如果你有在常用 AI 做一些前期导入，你必须要处理这个内容，要试试看。好，它很快速的出现一个成果哈，这个成果呢很有趣，它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如果你今天要让你的客户看到一个 3D 的，好像壁纸贴图的效果，它可以拿来试试看。你看，我们这样马上做完之后，回到我们刚刚这张图说，这个地方的 3D 电脑透视图的这个提案呢，你就可以拿这张图过来放进去了。而这张图呢，就算你今天不去特别的讲，你看这样这张图的完整性是不是更好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原来的排版跟这样处理，它其实是可以呈现出一个你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发展。此外，
我们再将这个事情再往下排版一下，再将这件事拉大一点点啊，再透过我们知道了这种文字，譬如说像这地方，我再把它加大一点，譬如说这个东西我到6迷你的文字，然后这边出现6，好，你看这样子的排版开始是不是看起来更加的有那个效果了呢？好，跟各位分享到今天也期待你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整个频道，我们会不断的找机会看出最新最值得我们台湾人使用的，或是我们亚洲人使用的内容。OK， 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一整个建筑物把它剖透之后，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能不能做呢？我们来实验看看。好，我们一样输入这个内容一样输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来试试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快速的刚刚出现很多张图了。那某种程度来说，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原矿的，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像工地。不过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